那等一下叫什么名字 March， 对，3月的 March。好，你是不是英文不好？没有啊，没有，没礼貌超没礼貌。我现在录音的哦，这段有录进去吗？对，有啊，超没礼貌，要剪进去。为什么要叫 March？ 因为我很喜欢的一个泰国演员，他叫这个名字。然后因为就是我有一段时期跟他有一点点像，然后所以我就对他蛮有好感的，就觉得很像是自己的哥哥，然后在演戏的感觉，就是非常多那种小幻想。然后他叫这个名字，所以我就想说，这名字他这么帅，他都能叫了，那我应该也可以。可是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名字好像大部分是女生的名字。真的哦？对，我不知道我也是后来听别人说的。所以用 March 的人通常是女生哦。对，可是其实我除了那个泰国演员之外，我没有再遇到其他人也是这个名字。因为很少人会叫这个名字啊，真的很少听到。我是完全没有听过啦，除了我自己跟我哥，跟你哥那个泰国演员，不管他有没有同意，还有在骂脏话。最近过得好吗？最近，因为你也知道，我就开始进研究所嘛，然后我除了提前入学这段时间学分没有很多之外，其实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就现在这个礼拜，应该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就有课，然后那个课的内容又是我过去不是那么擅长的，就是一些什么统计啊、会计啊之类的，所以反正我最近都在搞这些东西。除了我本来就是运动啊，或者是就自己有一些生活的步调之外，还有再加入这些，我就觉得有点麻烦。有点麻烦，因为开始后悔读研究所了吗？没有，排除掉这些，我大部分日子还是觉得辞职真好。辞职治百病，是不是？对。对不起，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谢谢。This number has not been assigned yet.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try again. 大家好，我是泡泡，欢迎收听茶没有在播。好，今天人事担保，今天只有一位来宾这样子。那这位来宾也是第一次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现在介绍他的名字，他叫做 March。要不要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ch。我目前是一个从工作短暂逃避的研究生。好，才刚开始要我的研究生活。好，那我们今天请 March 来，就是要来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之前在电台上班的经验，这样子。好，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接到这份工作？其实这要从我大学开始说起，因为我在电台那个时候是我大学的算是兼职嘛，我是在一间台中的地区性电台担任假日的新闻编播，然后编播这份工作顾名思义就是你要编辑，还要播报，所以你要有文字的，然后跟口语表达的。然后因为我自己对广播这个媒材算是蛮有兴趣的，就很喜欢，所以我当初就是在学校那种工作的交流版，就 FB 的交流版上看到。我好有年代的东西。对，真的。反正我就看到，然后觉得说，这好像跟我自己就有兴趣的东西蛮接近的，所以我就投了这份工作。那当初面试有做什么事情吗？因为老实说，就是他在面试的时候，我自己本身就是读国文系，所以文字的部分，就是前面讲到他有拆分成2块嘛，就文字跟口语表达。然后文字的部分本身就还好，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太有挑战的事情。但口语表达的部分，就是虽然我过去有过一些朗读比赛的经验，但实际上你要做新闻播报跟在念朗读文章的时候是2个不同风格的表达方式。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种人家在念朗读。有，就是会很浮夸。你要示范一下吗？还是你来帮我们示范？我不要。我不会朗读。反正那个语调的起伏就是要非常很夸张。对，非常夸张。非常夸张不是重点啦，只是因为夸张比较好凸显你是一个有在做表现的人。所以朗读是这个样子，但因为新闻播报它是一个比较追求客观的事实呈现的方式嘛，所以它虽然听起来要是那种字字铿锵，但它又不能够听起来你很有情绪，所以
我觉得我是一个说话说得清楚的人，但是我在面试的时候，我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们觉得我在说话的时候那个起伏的程度不太是他们想要的风格。什么意思？就可能他们想要哪一种风格？他们就是想要我刚刚前面说的就比较中性，比较客观，然后没有那种大起大落的语气变化。那你跟他们面试的时候是讲的很激昂吗？还是他就可能会邀请你念一份稿然后就在念这份稿的时候就反正就是会跟他们想象不太一样了解。但是我后来这份工作上了之后，就这是后话，我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我有一次要再回去比赛，然后我的指导老师就跟我说，你真的是报新闻报太久了，现在讲话好无聊就被嫌弃这样子，被嫌弃了。那当初，所以你在面试的时候，他有拿一段稿给你念，他是叫你念什么东西啊？你还记得吗？我其实没有很有印象，但反正就是一份可能那个时候的新闻就是一段简单的文字而已，随便抓一份稿，然后这样念，然后就让你念出来，这样子也没有随便啦。不好意思，如果主管有听到，主管应该不会听到，但主管应该不会听到，他应该是有抓一段，就是譬如说有那一种。文字之间就是你要注意一下咬字的我们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然后就要绕口的，对，然后看你能不能念得顺。他应该有注意一些这个小细节吧，我不确定。那你面试的时候是几个人同时来面试你啊？我那个时候面试的时候是2位，一位是电台的算经理，然后另外一位就是负责这个新闻工作的主管。这份工作他原本有说要让你做多久吗？其实没有，因为他就是一个兼职的角色，算是一种常态的实习。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能够找到一个稳定配合的长期工读，应该最理想的。所以我这份工作一做我就做，我从大2开始，然后一直做到我大5实习结束。很久非常久，这是我做目前最久的一份工作。如果就是正职实习都算的话。所以你是后面有转正职哦？没有，我没有转正职，而且我觉得很巧的事情是，因为我很喜欢广播嘛，所以老实说，如果要我因为任何各种原因离开这份工作，我都会觉得很可惜。可是我那个时候刚好，因为我在中部实习，然后电台也在中部，然后我实习告一个段落，我下一个阶段就是要准备回南部当兵。然后那个时候开始，电台的政策也有调整，就不会再有假日的新闻主播。所以就等于说你被裁撤了是吗？对，就我这个位置要被裁撤，可是其实我自己刚好也要回南部了。那很刚好。对啊，我就觉得虽然当然还是会觉得可惜啦，只是就是我如果想要继续做也没办法。但如果我被裁撤也不是因为被裁撤，因为我真的要回南部，我就觉得这个据点算是在蛮刚好的，时机很刚好。没错没错。那你那时候在电台那个大概一天的工作内容都在做什么事情？我那时候在电台，我自己觉得很有对我就是未来的算是个人的兴趣嗜好嘛，很有形塑效果一件事情是，我每天一早到电台。我先简介一下那个工作。好，他工作本身就是在每一个新闻整点的时候，就是会需要去报那个小时，就是有哪一些重点新闻。然后他大概轮值的时间就是1天，所以我的需要就是在麦克风前讲话的时间就是从早上8点开始，8点，然后一直到最后一节是6点，这样。每一个小时都要吗？每一个小时都要，所以我如果那天轮值，我会知道那一天全台湾发生的所有事，如果有在新闻上。然后因为通常第一个小时就是会要快速的浏览一下今天早上的报纸头条是什么。所以我早上一到办公室，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4大报打开，那时候还有4大报啦，就是自由、联合、苹果跟中国时报。对，然后就把4大报打开，然后就去看，就是要去选哪一些新闻可能是接下来要播报的。然后接下来的每一个小时的流程就是确认前面一节讲到的新闻有没有什么比较重点的，然后关注一下这个小时有没有什么新发现的，所以就会一直在各大媒体网站浏览，就有什么即时新闻。所以你可能说一整天都在看新闻，然后都要把它编辑成一些重点念出去，这样子。对，就是每一个小时都在做重复的事情，直到6点下班。这样会不会蛮高压的会吗？老实说，我觉得就是刚开始接触这份工作的时候，的确会。因为该怎么说呢？就是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当初我在面试通过了之后，然后主管有给我一份小作业，就他要教我怎么用，然后他就当然先讲解一下这个程序，然后讲解完之后，他就说好，那现在是20分。那我给你15分钟的时间，这里有一份报纸，你帮我整理3则新闻，然后录一个录音档。好，我15分钟之后来看你录的怎么样。他就出去了，好及时哦，超级及时。然后我就坐在那个设备前，就是你知道，因为专业的电台他们的设备都是超大台的那种。对。然后我一看我就傻。他有教你用吗？他有教我用，他教的蛮仔细的，就是怕主管会听，所以他教的蛮仔细的。可是因为我真的就是菜鸟嘛，所以我不熟悉这份工作，我也不熟悉这些设备，所以虽然他有教，可是我就有一点抓不太到那个操作的流程，我到底第一个按键是要按哪一个？就我知道它的程序是怎么样，可是我不知道实际我要按键我要按哪一个。然后15分钟之后他进来，我什么屁都做不出来。我那时候超挫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没关系，我再教你一次。然后他就再跟我说了一次，然后我就因为他说第2次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也没什么耐心啊，所以他就陪我做，他就不让我自己做，他就在我旁边陪我弄完这一切。然后为什么会想要讲到这个，就是因为一开始对这一些设备不熟悉的时候，老实说，除非它是一个很吊诡的状态，就如果假设这一则新闻是2点要出去，那我如果从1点10分我就开始收新闻。然后我可能1点20分、30分的时候，我就准备好稿子，然后进去录音室。那一开始还是录制的，还不能上现场，我就开始去录制那个内容的话，那当然我的时间就会很够嘛。对啊。可是对你自己来说，就是2点的新闻，然后你收的是1点10分或1点20分，说那个时间差会让你觉得，对我那时间差就会觉得很不甘心。就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应该要收到40-50分，这样播报的时候才是最及时的。不然假设人家2点的时候听你1点半的时候录的新闻，这条新闻搞不好都已经有其他最新的消息，然后你还在讲那个半小时前的事情。就当然听新闻的人可能不会在意那么多，可是录新闻的人就会觉得我好像可以争取这些时间，所以我觉得他会有一点点紧张，可是紧张的部分是来自于你会不甘心你收的新闻很早。那他还有帮你做什么样的训练吗？除了教你用那些器材之外，如果要讲训练的话，它比较偏向就是我记得一开始我报完，因为那是假日值班，所以只有第1天，还是第1天，甚至也没有啊，就是正职人员是不会在的所以就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值班或者2个值班人员。然后一开始第1-2个礼拜的时候，只要报完新闻，他们就会立刻传讯息来，就你刚刚为什么要选第3则？好严厉啊！或者是你刚刚第4则那个最后到底是在讲什么？那句话我完全听不清楚，这么直接啊？但是一定不可能完全听不清楚，一定都是清楚的，只是他们就是会很仔细的去雕你的那个文字，就是他会觉得你的语义表达没有很明白，是吗？对，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是新闻里面常常为了文字更精简，他会说这周日，可是你讲这周日、这周一、这周二，就是那个日其实是连在一起，有一点，如果你是只是听觉的话，可能不一定会那么清楚的分辨出来，绝对不会比星期一、星期天还要好啊。所以如果我讲周日，我就会被电。这我就要改成星期天。有这个差别哦，有这个差别，因为我们看文字会觉得没什么差，但是如果是听的话，星期天的效果就会比周日还要清楚像这种就会被屌，就说你都没有编，你是不是就直接用他的文字？哇，超严厉的。对，一开始会蛮严厉的，可是后来就知道也只是一开始啊，因为大家毕竟也不想要假日的时候在那边听一个小工读生到底报了什么，对，所以后来就还好。那后来有及时上线吗？有，而且及时上线，你说的是到现场播报吗？对啊。比如说2点新闻，你就是2点人就坐在那边，然后播音出去。这其实是需要一段过程的，就是它通常会是，我不是说一开始都是先预录吗？对啊，然后预录到等到主管觉得说，你现在的状态是稳定的时候，再就是上现场，然后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广播节目有一个规定，是法令规定就是它不能空秒，
超过好像5秒还是8秒之类的，说不能有空白，不能有空白哦，就是连那种广告跟广告之间，或者节目跟节目之间，或者是音乐的尾声，如果真的很小声，反正就不行超过一定的秒数哦，可那个秒数是很少的，所以如果假设我的档案放进去系统里面，然后值班人员要帮我再灌档到那个新闻的 list 里，就是一整天节目 rundown 的 list 里面。假设这个程序稍微有一个地方出了差错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空档。然后只要一出现那个空档，超过一定的秒数，电台当然都会有防呆措施啊，就是电台都会直接强灌一首歌就对了。可是反正只要这种情况发生，一定会被电到翻，所以我们都尽量不要发生这种状态。然后我就预录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次我忘记大概多久了，可能也有半年或者没有那么久，3-4个月左右。反正有一次我真的来不及，真的完全来不及，就不知道是电脑的关系，它系统有一点卡住。我是在预定的时间内录完的，但是系统一直没有办法让我送出。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怎么办？因为就是如果空拍的话，就会被骂，对，一定会被骂爆。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到底怎么办？如果是你会怎么做？你会让它空拍，然后强制灌音乐，还是你会等系统，还是你会联络主管？我会联络主管呢，你会立刻联络主管，对啊。可是你联络主管的当下，可能就空拍了。那我可能会先强灌一首歌来联络主管，你就会直接解决这件事情。但我那个时候我又不想被骂，可是联络主管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加上那个时候值班人员他是一个老鸟，他就跟我说：“哎呀，马群你可以的啦，你就直接给他上。”我说：“不行啊，我不行啊，我好害怕。”他说：“哎，你可以的，你可以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吧，毕竟刚刚已经录过了，所以我其实已经顺过，有练习过，对我已经蕊过了。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上吧。然後我就是那一次，因为一场意外，然后我上了现场，直接报，然后报完了之后就结束了。后来问题有解决吗？这是系统的问题。系统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报完那场之后，主管还不知道，因为主管报现场，其实那个音乐进来的时间是不一样。就像一开始你不是有一个进来的 intro 的音乐吗？如果你是报现场的话，你的人声要在音乐的尾端有一点点重叠，然后讲话。但如果你是灌档的话，除非你接得很漂亮，不然通常灌档大家方便作业都是就是可能音乐结束立刻接人声，对，就你会觉得它有一点点硬，没有那么自然，可是反正就还是可以过就对了，所以主管应该没有听出来，然后我就在这一个行程结束之后，我就自己主动跟主管自首说，我刚刚就是来不及，是现场播音的，然后我是现场，然后主管就可能也想要念一下，但是因为那则真的没问题，所以主管就说好，但是你今天还是播预录，然后我下个礼拜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听听看，然后下个礼拜他进办公室，他听到是现场，他就听到我现场那时他把那个旧档抓出来听，他就跟我说 OK， 那你应该可以上现场，我就正式从预录毕业到变成上现场。所以你是因为一个意外然后才上现场？对，我是因为一个意外，然后有点类似赶鸭子上架才上的，不然应该还要再熬一段时间。那你在播的当下会不会超级紧张？一开始的确会，因为录音空间就是你应该有这种经验，就是你要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嘛，对。然后一开始你不是会有音乐放进来嘛，对。然后等到音乐结束的时候，你会知道那个空白是你要去填的，你要讲第一句话，但是现在我们是在录音，对，所以现在你如果真的完全就是讲不出半个字也没关系，你就把它剪掉就好。对啊，可是上现场是你知道那个音乐结束的时候就只有你的声音，如果你停住了，大家会听到你正在停住，就那已经不是那种我们常常会说，哎呀，你不要管啊，路上又没有人会注意你，不用管别人的眼光，他就是有别人会注意你，因为他就是会有人在听，对啊，所以一开始真的蛮有这种紧张，没有，直到后来我都还是觉得蛮紧张的。你说到你结束这份工作，还是觉得会很紧张？我还是觉得会很紧张，因为他就是站上台的感觉，而且你确定那个时候绝对有人在听，就算没有人在听，你空拍就是会被罚钱，对吧？那你那个时候就是你会觉得一个人在那个空间自言自语会很奇怪吗？老实说不会，我自己因为如果是预录节目的话，通常一开始我在预录节目的时候，
都会自己坐在录音室嘛，然后录完剪完都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因为我值班的时间最晚会是到6点是最后一节。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譬如说冬天的时候5、6点太阳已经下山了，然后因为我们录音室有没窗户的也有窗户的，然后在那种有窗户的录音室里面剪的时候，外面太阳已经下山，然后那个玻璃就是映照你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老实说我觉得那种感觉还不错，你蛮享受的。我蛮享受的，就是虽然你是对着麦克风自言自语，可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在这一支麦克风的另一头，就算只有一个也好，但有人正在听你讲话，但可能是我主管啦，但总之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有人正在听，或者有人终究会听到，所以我蛮享受那个感觉的。那你从原本预录的做法到即时播音这个过程中，你有什么习惯的调整吗？有达成你刚刚想说就是45分才把新闻统统弄好？有。而且必须老实说，当这份工作做到第2年，就是真的很熟练的时候，其实因为收新闻的速度会变得很快，然后对新闻的敏感度也会很高，而且我是每1个小时都在抓新闻，所以老实说，周末记者很多也都放假，根本也不太会有什么新的大消息出现。就算有大消息，我也会判断得出来哪一些可能是比较真实的，哪一些可能是有待商榷的。你怎么去判断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清楚指名道姓的新闻，基本上就有待商榷。然后我们新闻台的立场，就是我电台的立场是有待商榷的事情不急着报，确认的事情才报。但是有一些事情不是我就是我在做新闻之后，我才发现，我才相信一句话叫做事情不会空穴来风。就是它一定是跟这件事情有关，所以他才可能会有这种消息。譬如说有些人都会说可能哪一个歌手很会约炮但后台很硬所以一定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就虽然没有人有什么证据对说我就是有看到林俊啊我刚刚也在想这个人就没有人真的拿出证据说这个就是 JJ 的 JJ 但是我就会觉得这种事情不会空穴来风，它可能会有一些3人称呼的成分存在，但它不会空穴来风。所以当遇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关注，我不会报，但是我会留意，然后下1个小时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我可以把这条线再抓出来看一下它现在进度如何。所以等到你对新闻的敏锐度变高，然后对整个流程都更熟悉的时候，虽然那个工作是1小时1次，但我很有可能40分、45分我才开始整理新闻，然后55分的时候我才进录音室 ready。那个稿子都是你自己要先写好，然后照念这样子。对，可是因为新闻稿有一个逻辑，是我不确定你有没有听过，但新闻稿的文字编排方式有一个逻辑叫做倒三角。不知道就是三角形不是底部是最大，然后上面是最小的嘛，然后倒三角就是变成比较大的那一侧是在上面，所以如果换成稿件的方式的话，就是他第一段其实把所有重点都讲完了，然后他从第2段开始才是从事件发生的开始慢慢照着时间轴讲下去，所以通常我们在抓这些新闻稿的时候，只要看第1段就好，因为第1段就已经会把事情从头到尾讲完，他自己已经浓缩过，除非很及时的消息，或者真的很短的新闻，或者是那种业配新闻，就资讯实在是太多的，不然的话只要抓第1段，然后删减一些资讯，然后替换一些字就可以了。所以你通常第1段的文字通常都是2-3句就解决，然后再细讲这样子吗？没有，它可能大概会是4到5行，以前我们整理的标准就是一张 A4 纸，然后12号字，然后4到5行，就是会讲完一段新闻所以这样就可以一节如果5分钟的话，我们一节长度大概抓5分钟，这样可能可以报个6-7则。那也是蛮多的。其实是蛮多的，但就是你只要一则新闻印出来1张纸，然后你可能会印个譬如说10张纸10张新闻，因为它是纸本嘛，所以你可以直接排序，然后排序你只要看第1段，然后删减一些字，其实那速度很快。那你挑新闻的标准在哪里？你会挑娱乐新闻吗？还是都是一些国际新闻？我刚开始报道的时候，主管有跟我说电台挑新闻的想法或者方向，就是
必须老实说，在台湾这个环境，政治新闻还是大家蛮津津乐道的，嘿嘿，所以政治新闻是一个，然后民生相关的新闻是一个，可是民生相关的新闻还要分哦。如果今天是什么，譬如说，计程车涨价，那可能大众都会搭到计程车这件事情，大家就会关注。对，可是我们在台中嘛，所以他如果说的是机捷要调涨10块，那个距离就比较远，就跟你们就比较没有关系。对，这种可能优先顺序就不会那么前面，所以大概就是政治新闻，然后民生新闻，然后跟台中地区有关的在地新闻，然后很偶尔会有国际新闻哦，所以通常都是报在地的消息比较多。没有在地的消息是会有，但是也是在优先次序比较后面，大部分都还是政治相关的。那会有那种行车记录器新闻吗？就是哪里出了车祸之类的？不会。但是如果出车祸的地方是在什么台湾大道上，然后可能连续大堵塞之类的，对，造成堵塞2-3台追撞，那种就会。好，了解。那你在电台工作这段期间有没有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比如说你有负责什么特别的企划吗？还是你有采访一些有趣的名人之类的吗？有趣的，其实我有想到2个，但是一个不算是有趣，没关系，你可以讲讲看。就是我觉得电台新闻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虽然我每一个小时都要工作，可是我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感受到每一个小时的变化，我只觉得我坐在那里一整天，然后新闻当然会有它的一些就是演变啊之类的，但大部分的新闻不会从一条主轴早上走到晚上。可是有一次我在下午在收一则新闻的时候，大概下午2点左右吧，然后我收到一则新闻是有一个私人直升机，然后在某一个台湾的山区，就是好像似乎失事，然后只有一个乘客，然后跟一个直升机教练，对，直升机驾驶。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怪，因为车祸的新闻每个地方都有，对，但是车祸的新闻通常会有更多细节。直升机失事的新闻虽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但大家会关注的应该是军机失事。如果是意外的话，好像不会特别报道出来。我就有留意这则新闻，然后到了第2个小时的时候，就是新闻就有说，疑似是某个导演，然后就觉得很怪，就是怎么会甚至讲到是某个导演，就开始有一些细节出来，但他都是知道是谁的，他都是疑似，然后一直到后来3点4点的时候，就是持续在搜救，然后其实名字也出来了，可是毕竟都是疑似，所以我还是不能报。对，然后一直到最后6点的时候，还是没有出来最后的那个结果，就是我还是没有办法100%肯定确定是谁这样子。对，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就很挣扎，就是到底要不要报这一则新闻。我最后的选择是我有报，可是我没有把它放在头条。放在后面一点这样子。对，我放在后面一点，但是因为6点通常是整理当天最重要的新闻，所以其实以心中的程度来说，它已经被我摆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即便它是一则不确定的新闻，可是因为它真的还是不确定，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摆在头条，这么前面。对，但是隔天头版的4大报头版，就全部都是看见台湾导演齐柏林导演，对，齐柏林导演失事的新闻。我在那个瞬间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会知道时间真的在同一件事情上会发生变化，就是我2点看到，然后3点4点5点有越来越多细节出现，然后等到6点我已经要 close 今天的行程的时候，我们以为今天结束了，而实际上隔天的头版就是他的消息，就原来每一天都是延续着的。这是我觉得新闻本身当然不有趣，但是在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让我认识到时间的流动，这是蛮有趣的部分。你说时间的流动的感觉让你觉得很有趣。对，然后其他的，但你应该想要问的是另外一个你应该想问的是遇到帅哥的故事我没有说是遇到谁啊就因为我们电台有另外一位，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位主持人的节目都是跟运动相关的，然后那位主持人他就是因为他是这个领域的人嘛，所以他认识非常多运动选手，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在电台就是结束新闻播报的时候，我去洗手间，
然后洗手间上完厕所，然后在洗手的时候就遇到了柔道男神杨永伟嘛，伟伟，他有准你叫他伟伟吗？他应该有准吧？本来他就刚好就在我旁边，他是那一天的来宾，但因为那时候电台只有我们值班人员，然后跟那个主持人，他敲假日的时间，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这么有名，还不是还没去奥运的时候，对，然后可是我已经知道他了，然后我就主动跟他攀谈，然后就跟他简单聊一下，认识一下，然后后来我们就蛮幸运的，还有持续在联络，这个是一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但我觉得讲出来好像我很无知，怎么样？反正还有另外一个是羽球选手，戴资颖吗？不是，哪一个？也是帅哥，算帅哥吗？呆呆的帅哥，谁？姓周，周天成吗？对，周天成，他也有去你们电台啊？他也有去电台，哇，很大牌欸，很大牌而且周天成来电台的时候，跟杨永伟来电台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身价应该不太一样，就永伟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的出名，但是周天成那个时候应该也很有名的，对，周天成那时候已经很有名了，然后他那个时候排场有不一样吗？我没记错的话，周天成好像有带一位秘书，就他的助理，反正就是他好像有一位跟他算是蛮如影随形的人。但是因为我对羽球真的没有关注，可是我的同事就是值班的同事就很激动，然后就说啊，一定要跟他就是握手啊，然后签名啊什么的，然后因为他们都在握手签名，所以我想说你就去握手签名一下，我也要去握手签名一下。可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有在关注羽球，然后我就传讯息给他，我就真的很无知，但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就传讯息给他说，你认识周天成吗？他好像蛮有名的，他在我们电台。你好无理哦，超没礼貌，超没礼貌。没有，我知道他有名，可是我不知道他这么有名。然后我朋友就也是尖叫，然后他立刻打过来。他就是跟我疯狂的输出他有多喜欢周天成，然后他有朝你们电台去吗？他没有朝，他不在，那时候不在台中，太可惜了。但是我就跟我朋友，我就跟周天成说，就是我有个朋友真的很喜欢你，然后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就是帮我签个名，然后我想要就交给他这样，然后他就说可以啊，可以啊。然后那个时候我朋友快生日了。那很刚好欸。然后周天成就跟他的助理拿了一条弹力带，那么好，但应该不是新的啦，就是可能是我不知道会给粉丝吗？我不知道他那个有没有这种习惯，他就拿出一条弹力带，然后在弹力带上签名，然后录了一段影片，教他弹力带怎么用。太好了吧？真的太好了，我觉得超赚的。可是因为我真的很无知，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没有把握到这么好的事情。这种福利可以卖个5000块吧？应该可以卖5万块。他送你一个弹力带，还有他的签名，还有教学影片，还有影片。反正这应该算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趣的事。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有趣的但就跟工作本身比较无关。还是可以讲啊。你说例如说办公室有老鼠吗？可以啊，你可以分享这件事情啊。我们这边很随便，你要讲什么都可以。因为办公室或多或少都会有老鼠。我要澄清，不是那间办公室的问题，是所有办公室都可能会有。你们办公室在哪？在某栋大楼里面吗？在台中的某一栋大楼里面。几楼啊？因为我们搬过一次，那一间应该是在13楼还是7楼，我有点忘记。有老鼠是在没有7楼还是8楼，我忘记了。这个也是很有趣，因为我已经在电台3年多的时候，我还是会忘记7楼还是8楼。因为我每次按电梯的时候，我会忘记7楼还8楼嘛，我就给自己心中一个口诀，我就记说电台是 Lucky 7，但是我后来就在想说，电台到底是 Lucky 7还是幸运发？就是8楼。我给自己的口诀还会搞错，所以我7楼跟8楼我都会忘记。我每次都先按到8楼，然后如果不是其实我现在还是忘记到底是哪一楼。反正如果不是的话，我会按比较高的楼层，然后再走下去，然后再走下去，或者是按比较低的楼层，然后再让电梯上去。但总之，反正每一个办公室或多或少都可能会有就是小老鼠。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们又在
办公室疑似遇到老鼠，因为你桌上如果有放饼干的话，就是会它会来咬啊。对，它会来咬，你会看得出来就是有老鼠。其实办公室有老鼠，当然以卫生问题来说是有点堪忧的。可是如果是以电台工作来说，就会有点紧张。因为如果怕它咬到线材什么之类的吗，线材是一部分，然后如果它跑到隔间，就是天花板那种隔间，然后天花板的隔间毕竟是连通的嘛，那如果跑去就是那个录音室那边的隔间的话，就怕会有声音哦，所以我们就回报，所以我们好像有看到老鼠，然后主管就跟我们说，那你要就是把它抓出来怎么样？他叫你把它抓出来，没有，他只是说留意一下，因为他也不会强人所难，他算是很人性化的主管。但是因为我跟我同事，我们就会担心，我是不会害怕，可是就会担心，就是你知道有一个未知的东西存在在你的空间的时候，你就会担心它突然窜出来，所以我们就很小心留意，就是哪边可能会有老鼠，我们就翻箱倒柜看一下。可是我们太无知了，我们以为老鼠只会出现在肉眼看起来进得去出得来的地方，可实际上它跟猫一样，就是它们的身体是一体。对啊，很短。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下找不到，想说它应该跑去别的地方，我们就没事，我们就是不处理这件事情了。可是因为只有3个人嘛，就是值班2个加值班主播1个，所以每次只有3个人，然后我们也不太会大声喧哗什么的。我们有一次坐在办公室里面，就是某一个小时，然后就突然听到有稀稀疏疏的声音，我们就说脚步声吗？不是，就是类似那种就是塑胶袋这种抠东西的声音，然后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有老鼠？然后我们就很紧张，我们就想说它在哪边，我们就想要把它找出来，可是我们刚才已经确认过真的没有，然后我们就捏手捏脚的，就在每一个办公室的角落就都去听，到底在哪边。后来我们发现它在一个墙壁的柜子里，就我就是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老鼠跟猫一样，就它是会滑进去的，对啊，你根本看不到那个缝隙在哪边。然后我就想说，声音好像是从柜子里面出来的，那如果是你会打开吗？或者你如果要打开，你会做什么准备？应该要拿个什么器具在门外准备着吧？拿什么你想象得到的办公室场景，然后你知道那个就是门的柜子里面有一只老鼠，扫把是一个，还有嘞，或是水桶要把它盖住之类的。我们大概也就是准备这个东西。扫把要干嘛？扫它是不是？打它啊！打它你也太坏了啊！不然怎么办？我们准备2个，就是那种垃圾桶，就我们把垃圾袋拿起来，然后就是那种轻的垃圾桶，要把它盖住。然后确实有一个人是拿扫把那种，可是是站比较远的地方，就是怕他跑出来，然后要挡一下。然后后来我们就把那个柜子门打开，然后打开第1层，我们没有看到老鼠，可是有看到有一些东西就是被翻过这样子，就被翻过，然后被吃有那个小碎屑，所以我们就知道它一定在这里面。可是因为柜子只有两片，所以第1片没有，它一定在第2片。但当然里面很多东西啊，可是我们就不确定它在哪边，我们就非常紧张，因为我们就觉得第2片打开一定就会有。结果第2片一打开，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就站在那个柜子的层架上，然后我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我就大叫。我是明明是不害怕的，我是拿筒子在前面的那个，我就拿着筒子，然后拿着手机这样录。然后我一看到他，我就大叫。然后你还拿手机录掉？我还拿手机录。我等等找得到影片，我给你看。然后那只老鼠一定也吓死，他就开始乱窜。然后那个拿扫把的人也挡不住。然后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抓到他。你们没有拿什么捕鼠笼之类的放在办公室吗？可能后来有吧，因为隔1个礼拜。因为我们也不是每个礼拜轮班，我们是排班的。反正我下一次再去，我就没有再听到老鼠的消息。对，但可能他们后来有，只是我们当天也来不及。反正就很可怕，那个就是除了工作本身之外，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那你还有碰过什么突发状况吗？突发状况哦，或者你在播报的过程有发生什么突然的事情要处理？除了系统坏掉之外，老实说，我们以前在值班的时候，大家就是会有一些绰号，就譬如说，因为我们同时可能同一个时间，同1年吞了1-2年，都会有3个主播在轮值，然后就有人是外号是天灾主播，然后有人就是台风主播，因为值班是一个月前就排好的，1个月前你根本不知道下个月会发生什么事，对。可是通常就是譬如说
这个月可能PO号排第2个礼拜跟第3个礼拜，然后好巧不巧，第2个礼拜跟第3个礼拜就是会有台风来，可是因为你排了，你就是要去上班，对啊，但通常有台风你就不会有什么新闻，只是你上班会比较辛苦，可是你就是大概收的就是一些哪边路树倒塌，或者是哪边交通堵塞，要注意一下，对。然后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我没有这个绰号，就是我没有遇到什么大事件，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有一点危险，但是也蛮幸运的地方是，录音室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我甚至觉得如果发生大地震的话，那个录音室会是一个方框，就是所有东西都倒了，它那个框框还在。反正我没有遇过太突发的事件，但是就算真的遇到了，譬如说有的时候可能在里面播报，然后出来他们才跟我说刚刚有地震，你都没感觉？不太会有感觉，可能也加上在现场的时候会蛮紧张的。对啊，大概应该是这2个吧。其他的意思要想也有点难想，现在想不到，太久了，太久以前了。那你有什么就是普通人不会知道的录音的秘密吗？电台的秘密？有一些电台的经常来的来宾，或者是主持人比较少听说啊，就可能来宾，他们很令人喜欢，就是在电台里面。可是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那个声音就是东调西调，因为电台的设备真的非常厉害，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声音东调西调，然后调成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真的哦？对啊，就是大家会蛮用心在声音上做一些医美。你说比如说来的是一个歌手，有歌手来过吗？歌手有来过，但歌手来的时间我比较少出现啊。我大部分都是假日。那是调怎样的声音？就可能他讲话的声音会，假设我是男生嘛，然后我可能就会把我的那个声音调得更低沉一些，更有磁性一点这样。对，就这种事情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啦，大家毕竟都会做一些微调，但有些人就是他是会固定调，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如果他每次在节目上他都是固定调，那就代表说他在节目上真的就是一种声音的呈现方式，就好像我们有些人在讲台上会有艺名。对，然后有些人出场的时候就是会固定穿某一种礼服，或者有些人就是会露奶，就是他可能是走那种脱星路线。电台这一种靠声音的，你看不到这个人，你只会听到他的声音的，就是大家也有一套自己武装自己的方式。所以都是那种固定的来宾，他们都会有种固定的调音的方式给他们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有些人会固定要调，所以如果假设那个节目是2个小时或3个小时的，然后因为我中间要报新闻嘛，对，所以我中间一定是整点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休息，然后我就进去报现场，然后可能我进去报现场的时候，我一讲话那个瞬间就怎么是这个声音？或者有的时候可能我自己有先注意到，然后我有小就是调回00000然后他们如果再进来的话，就是有看到就会念吗？就是会有点小小的不爽。但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直接念你什么的，因为毕竟就不是只有他们在使用啊。但就是反正就是你就会感觉得出来，就是职场环境就是有一些老鸟，有一些菜鸟这样，算是这种职场观察。那他们那些节目都在做什么事情呢？因为你都是负责播报新闻嘛，那播报新闻跟播报新闻中间，你们电台的节目都是什么样类型的？大部分这种娱乐型的电台啊，譬如说什么 Kiss Radio 或者是 Hito，或者是飞碟联播网，就是大部分这种娱乐型电台、都会型电台的内容，大概都是政论节目是一个，因为大家真的很喜欢政治，然后音乐节目是一个，然后闲聊的节目是一个，大概就是这3大类。可能还有其他的啦，譬如说有一些业配新闻或者是广告交换的那种来宾来分享一些东西啊，但其实就是它是有一些宣传行销的目的在这里面的。大概就是这3-4种类型。那假日他们会出现吗？还是比较少？假日其实不会，假日其实大部分都是预录新闻，预录的节目这样子。但是有少数的主持人他们会蛮喜欢，同时要上现场跟大家直播互动，他们就会上现场。我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主持人大概都会有自己的粉丝，但那个时候电台有一组主持人，他们的粉丝非常的疯狂，就是都会打电话来问好。可是他打电话来问好的方式就是他只有想要问好。所以他会打进来说：“帮我跟波哈妈去问好。”他就挂掉，就这样。
喂，帮我跟泡泡妈去问好，挂掉。我们都要接这种电话，但我不会接啦，是值班人员会接。然后他们就是接起来，然后听到就会挂掉，他们就也知道这件事。然后通常打来的时候都是那个主持人他们值班的时候吗？不是，是那个主持人的节目上架上就是正在播送的时候，他们本人根本不在。然后每次帮他们接这个电话，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这个过程很荒谬。所以他们本人也不在，然后那个粉丝根本也没有要讲给本人听，好好笑。这个算是蛮特别的，还蛮好笑的。可是我其实有一点点不确定，大家知不知道这些主持人不一定在。因为照理来说，你应该会希望，如果你是主持人，你应该会希望你的粉丝或者你的听众以为你现在是现场。会啊，会这样，就比较有那种互动感。对啊。我觉得至少我听起来啦，我也没有到很认真听每一个节目，但是我听起来，我觉得主持人好像没有刻意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刻意要假装说今天是礼拜六，但其实根本就不是礼拜六。我觉得没有刻意，可是其实他也没有刻意要假装怎样，所以听不出来，有的时候听不出来他到底是不是现场。对啊，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也蛮特别的。那这些节目在录制的过程中，你有去在旁边看吗？我后来因为我真的太喜欢电台工作了，所以我有一次我就跟暑假的时候吧，我就跟电台的主管说，可不可以让我来实习？就我也没有时数需求，我那个时候对实习这件事情的认识很粗浅，但因为我现在就是开始接触商学院的东西，我知道在商学院领域大家的实习都是要拿钱的。对啊。可是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所以我那个时候想法就是我没有时数的需求，我也没有要钱，就我也没有要赚这个，就只是想要到那个工作现场。对，我就只是想要，因为我都是假日来嘛，我也想要平日来，然后累积一下就是平日正职人员在电台的工读经验。所以我确实有过，就是跟着一组主持人，他们非常的好心，他们就说那你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就听节目这件事情，当然这本身很普通，可是他们听节目的意思是他们在播现场节目，然后我可以现场坐在录音室听他们播报或是聊天，听他们聊天。对，因为这件事情的风险就是，如果在那个时候假设放一个超大声的屁会被录进去，但他们就是愿意有这个风险存在，所以我就还蛮感谢他们的。然后我就有像透过这种方式，然后实际的跟过一组主持。他们那档节目是在做什么？他们那档节目就是生活话题的闲聊。他们就也不是音乐，也不是政论，但就是生活类型的闲聊。所以就可能譬如说大家最近在红什么话题啊，他们就讲什么话题这样。那还有会不会讲话讲到一半，然后突然叫你进去讲个几句话这样？有一个主持人，他可能很热情，然后如果是我跟他的节目的话，因为他有的时候假日他会来上现场，然后他就是开广播节目的同时，他会喜欢开他自己的粉丝团的直播，然后就会跟粉丝互动。因为他就是连续2-3个小时的那种，所以他的那个手机就是会架在录音室里面。所以中间就是那个空档的时候，我进来报新闻的时候，就是我也会看到他的粉丝，粉丝也会看到我。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每次那个主持人他都会在我进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知道电台主持人真的就是很会说话，然后很会捧。对。所以每次我进来的时候，就是那个主持人他就会对他的粉丝说：“哇，主播进来了，主播好帅好帅。”很浮夸。然后我就会跟他的粉丝见面，就是这个主持人非常的热情。可是我开始实习的时候我会想要跟节目嘛，然后主管就跟我说，就是如果你去跟那个主持人节目的话，你千万要注意，他如果要你讲话，你不要讲话。为什么？我觉得主管是为我好，保护你这样子。因为那个主持人很热情，他一定不介意这种事情，或者可能他甚至会想要主动制造这些机会。我不知道，他可能有别的不同的想法，但总之我没有办法理解那么多，我只觉得他很热情。可是如果假设我在节目上，就是现场节目我讲了什么话，然后不适合的话，主管可能也不放心，怕你讲出什么错的话。对，主管可能自己也不放心有这个风险。然后他可能就是也担心，就是
主持人失控，哈哈哈，所以他就有跟我这样特别提醒，所以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哦，他不是一个常态可以做的事。就是我待的电台算是在台中地区是收听第1名的电台。哦，那很大哎。对，就是它是一个应该要自我要求非常高的电台，所以就不太会发生这种事情。哦，嗯，好，那这是我们一样分了上下2集，大家拜拜。拜拜。